在20世纪末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数十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竟然被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们给刷新了。女子100米项目，一个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15岁女孩，以9秒61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原本决定退役的运动员却创造了跳高7米的奇迹，全世界的观众都不禁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呼喝彩，并将他们封为伴随着21世纪而来的超级人类。从这之后的2年时间里，又有许许多多的超人类从普通人群中诞生，他们在艺术、音乐、物理等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以最快的速度站上了行业巅峰。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超人类风潮。不过要是说到医术，最厉害的却不是超人类，而是一名被称为怪医黑杰克的医生。他没有行医执照，只根据自己的喜好出诊，会向患者收取天价的诊疗费，动辄就是数千万美金。黑杰克原本对超人类没有任何兴趣，直到这天2个艺术品贩子找上门来，他们想从黑杰克手里重金买一幅画。这幅画的作者是已经过世的超人类天才艺术家丽莎。丽莎也是黑杰克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治好的病人，因此黑杰克对丽莎的印象十分深刻。2年前，只有12岁的小丽莎患上了肿瘤，黑杰克为她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的复查结果也十分完美。可就在不久前，黑杰克却接到了丽莎病情复发的消息，而且病情已经发展到无法医治的程度。黑杰克对丽莎的死去无法释怀，同时充满疑惑。为了查明病因，他对丽莎的遗体进行了解剖，发现了一件反常的事情：丽莎所有的内脏器官代谢速度都快得异常，短短2年间就变得如90岁的老人一样衰弱溃烂，这也导致丽莎生命最后的日子痛苦无比。但是作为超人类，丽莎的死并不是个例，还有很多超人类都表现出了跟丽莎一样全身脏器衰竭的症状。为此，一个名叫凯罗琳的女人找到了黑杰克。凯罗琳是一家医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2年间研究所内收治了很多超人类患者，可惜她一直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所以凯罗琳希望黑杰克能出手相助，拯救这些超人类。为了让黑杰克无法拒绝这个请求，凯罗琳绑架了黑杰克的助手皮诺可，又给到黑杰克一张可以自填金额的支票。黑杰克没办法，只能同意。他不光是为了皮诺可的安全，更是为了找出导致丽莎死亡的真正原因。跟随凯罗琳来到研究所，黑杰克发现超人类的情况比他想象中严重得多。曾经创造了7米跳高纪录的运动员，病情发作时体温高得可怕，好像随时都会爆炸似的。获得100米金牌的女孩也患上了原因不明的腹泻和厌食。享誉世界的天才钢琴家，如今每分钟都要吐50毫升的血，一旦停止输血就会死亡。这样的病例，研究所内本来有40多个，到现在已经有17个并发身亡。更可怕的是，全球被发现的超人类至今已经超过了1000个，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都会发病。黑杰克这才明白，所谓的超人类实质上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传染病。感染的人虽然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却终究避免不了全身器官衰竭而死的命运。因此这种病还被称为摩伊拉综合症。摩伊拉正是希腊神话中操纵命运的女神。为了对抗摩伊拉综合症，让超人类摆脱必死的命运，凯罗琳早就从世界各地召集名医，组建了研究团队。可惜2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黑杰克来了几天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每个患者的脑下垂体一直都在过量分泌一种荷尔蒙，它的作用就像吗啡一样，会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集中力，从而发挥出异常的能力。对运动员来说，它就是永远无法被检测出来的兴奋剂。可与此同时，荷尔蒙的大量分泌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这也就不难解释患者为何最后都会器官衰竭而亡。不过这些都只是假设，如果想要证实，还需要进行手术才行。可惜在此期间，陆续又有2个患者去世，他们一个不堪病痛折磨撞墙自尽，一个身体负荷过重心脏爆裂。最终医生们选择了身体状况相对平稳的跳高运动员进行手术。就在黑杰克一心一意协助凯罗琳为摩伊拉综合症寻求治疗治法的时候，一名医生同事却偷偷告诉黑杰克，这都是一家名叫布朗制药公司的阴谋。这个研究所从最初建造到后续发展都是由布朗制药承担，除黑杰克外的所有医生也都是布朗制药下属医院的员工。研究所的负责人凯罗琳还是布朗制药董事长的千金小姐，所以布朗制药和摩伊拉综合症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黑暗联系。而且在黑杰克没来之前，凯罗琳一直逼迫医生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不知有多少没有被记录在册的患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随意的掀开头骨取出大脑，
剥夺了生命。作为一名医生，黑杰克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好在世界上不止黑杰克一个人心存善念，愿意为失去基本人权的患者们而战。一伙由民间发起的武装组织战斗医生团也和黑杰克一样医者仁心。他们在某天夜里攻入了研究所，那个向黑杰克透露情报的医生就是战斗医生团在研究所的卧底。他们很快就控制了研究所的所有医生，并将患者转到了正规医院。只是可惜让凯洛琳逃走了。离开研究所后，凯洛琳直接去了布朗制药，与他所谓的父亲见了面。父亲命令凯洛琳立即停止手上的研究，销毁所有的证据，以免连累布朗制药。可凯洛琳坚持不愿放弃，结果他刚一离开就遭到了刺杀。另一边，通过战斗医生团，黑杰克又了解到了一些信息。原来所有的摩伊拉综合症患者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都曾在布朗制药下属的医院就诊过，可不知为何患者们都对此事闭口不言。明明是受害者，却在维护加害他们的组织，这点实在是难以理解。几天后，战斗医生团对研究所提起了诉讼，相关人员全部被逮捕。其中一个医生为了减刑，主动向他们透露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6年前，有一个越野赛车手，他参加横穿沙漠的越野比赛时发生意外失踪了，搜救人员用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他。赛车手不仅奇迹般生还，还在之后的赛车比赛中接连获得冠军，从平庸走上了巅峰。他的崛起就像是被突然打开了天赋的开关一样。凯洛琳注意到他后，便与赛车手签订了契约，买下了他失踪期间的所有情报，并获得了研究他身体的机会。后来凯洛琳发现，赛车手脑下垂体所分泌的荷尔蒙是常人的10倍不止。他猜测一定是沙漠中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体产生这样的变化。于是凯洛琳带着团队按照赛车手的轨迹，在沙漠中仔细搜寻。最终他们在沙漠深处发现了一种闪烁着光芒的沙子。经过分解提纯后，凯洛琳制造出了一种药，就是这种药造成了这么多超人类的悲剧。要不是因为它的副作用，这药将会给布朗制药带来无法想象的巨大利润。而这也是凯洛琳求助黑杰克，不惜一切寻找解决方法的真实原因。黑杰克虽然还没有研究出解药，可他却通过手术找到了摩伊拉综合症的真相，并成功切除了患者脑下垂体的感染部分，通过手术彻底治好了这种病。只是患者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一想到自己从创造世界纪录的超人类回归成了普通人，便经受不住落差，在病床上纵身一跃，以最壮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手术数据分析完成后，黑杰克找到了凯洛琳。他坦白说，造成摩伊拉综合症的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因为极难被检测到，所以才迟迟没有被发现。他也是在手术中无意间找到的。凯洛琳也决心不再隐瞒，他倒了2杯红酒，一边喝酒一边对黑杰克交代了一切。当年凯洛琳为了测试新药，找了一群资质极为普通的年轻人当他的小白鼠，作为回报，他们会得到一笔十分丰厚的报酬，这是所有患者到死都要替布朗制药保守秘密的原因。不过最初与凯洛琳签订这种契约的不过100多人，他也没想到这种病毒竟然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不过丽莎会感染完全是凯洛琳有意为之。当年丽莎因患上肿瘤到凯洛琳工作的医院看病，凯洛琳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可爱的女孩。凯洛琳在丽莎身上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她希望给丽莎一个明亮的人生，便把未经测试的新药偷偷给丽莎用了，却没想到这个行为直接害死了丽莎。黑杰克觉得凯洛琳疯了，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再跟凯洛琳合作。而凯洛琳早就猜到了黑杰克会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早就在红酒中加入了10倍浓缩的药剂。凯洛琳决定破釜沉舟，逼自己也逼黑杰克找出能从根本上解决摩伊拉综合症的方法，研发出没有副作用的完美新药。从凯洛琳那里离开后，黑杰克想起了赛车手的故事，他猜测或许产生病毒的沙漠也藏着病毒解药。于是黑杰克带着2个战斗医生团的医生一起前往沙漠。他们在沙漠深处找到了一间布朗制药的废弃工厂，已经病入膏肓的凯洛琳和被绑架的皮诺可都在这儿。此时的凯洛琳失去了理智，她呼吸急促，体温骤升，大口吐出鲜血。黑杰克见凯洛琳已经危在旦夕，当即决定为她做手术。这场手术对黑杰克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因为患上了摩伊拉综合症的缘故，黑杰克好像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最精密的手术机器。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清晰地看到凯洛琳大脑中每一根神经的走向。手术十分顺利，可手术刚结束，凯洛琳父亲派来的直升机就开始对工厂轮番轰炸。黑杰克并没有对凯洛琳置之不理，而是背着他一起逃出了工厂，因为作为医生没有放弃自己病人的道理。在凯洛琳的指引下，2人来到了摩伊拉综合症诞生的地方。闪烁着光芒的粉末飘荡在空气中，混合在沙石间。凯洛琳猜测，只要逆着风一直走下去，一定会有一个大花园。可他还没走几步，就被枪手毫不留情地射穿了胸膛。
凯罗琳永远倒下去了。其实凯罗琳的本名只是一串数字，她是由布朗制药的会长制造出来的人工受精儿，她是被挑选出来的优秀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品。跟凯罗琳一样的孩子一共有30个，他们从小就要为成为布朗唯一养子的身份竞争。30个人慢慢变成了20个人、10个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被淘汰的同伴们都被残忍杀死。凯罗琳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逐渐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脑子里只有竞争和成功。凯罗琳死后，黑杰克挣扎着继续向前方爬去，失去意识之际，他被在沙漠里的一群原住民救了回来。原住民给黑杰克喂下一种药后，黑杰克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后来经过研究，人们发现造成摩伊拉综合症的病毒就藏在沙漠之花的花粉中，花粉又随风播撒到了沙漠中，能与病毒共存，就意味着沙漠之花中含有这种病毒的抗体。这下所有的超人类都有救了。